在龙之力的加成下，爆炎术呢就变成了爆种术。以前任人宰割，现在我为鱼肉。这就是来自娜塔的实力吗？大意了。本次的寻龙战绩呢，在 BOSS 的设计上呢做了一些强化。那这些强化除了表现在数值上，还表现在技能的设计上。所以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本次活动的设计有几个目的。第一呢，是透露一些娜塔的情报，比如说娜塔存在龙伙伴，娜塔会有喷火的龙。娜塔人之所以不出国门，是因为有一些部落禁忌。那第二就是在娜塔开门前检测一下玩家的练度情况，玩家整体的平均水平大概是多少。第三呢，就是看看新设计的机制对于玩家输出效率的影响。第四就是给高练度的玩家带来一些优越感，让他们觉得氪的金、干的体力都没有白白浪费。那我个人比较在意的是这次设计中的一些新变化，比如说爆炎术在第一次破盾之后会强制推人，有大范围的风场可以阻碍玩家的行动。那么这种爆气的设计会对利用场地资源进行输出的角色造成一定的困扰，比如说龙王离水球太远就不能快速的启动，种门被推走就浪费了种子，纳维亚被推开就吸收不到结晶盾，那这些都会造成战斗中输出效率的下降。而当玩家被推远又有近身需求的时候，类似闲云千之这样带有快速范围移动的角色就有自己的优势了。另外，盾条也就是破盾这个设计，我认为是原神控制强度膨胀的压箱神技，因为元素附着的频率没有膨胀，元素附着量的大小也没有膨胀，可以说是众生平等，哪怕你是6+5满配那也是一样的。所以只要在怪物的机制中加入破盾这个选项，那么这个怪物就是比较难打的。而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怪物护盾所在的位置，为不同的角色打造不同的赛道，比如闲云霄、伞兵千之、佳明等这类能在空中打出攻击的角色，在高处的破盾上就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当然，龙王不大的俯仰角也能打到空中。还有，由于爆炎术变成爆种术，它在破盾能力上变强了不少，这也是我过去聊到护盾角色时每每强调，但又苦于没有案例，所以缺少说服力的理论，就是如何去针对护盾角色，在他盾的 CD 好之前破掉他的盾就可以，这就是护盾的软肋。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策划推出了迪西亚这样一个承伤生存辅助的原因。当然，我们可以很乐观的说，这样的针对永远不可能出现，但是如果真的有，我也不会觉得意外。总之呢，这次活动的设计还是蛮有亮点的。我觉得在原神膨胀之后，看着好像死路一条，但其实当玩家都不缺伤害了，影响战斗的主要因素是不是就变成机制了呢？所以娜塔的原模可能是以降低玩家输出效率为目标，展开各种干扰机制的设计。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战斗就会变得有趣很多。好的，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